這是裝置英特爾最新 Wildcat Lake 低壓移動 CPU 的迷你主機，它的待机功耗低到3瓦，性能卻強大到超過了英特爾10代 i7 和11代 i5 标压移動 CPU， 也超過了12代 i5 低壓移動 CPU， 而且這也是首款支持硬編碼 4K AV1 格式的非 Ultra CPU。 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給大家介紹裝着了英特爾酷睿5 320 CPU 的高性能迷你電腦 S-Magic 阿麥奇 Matrix Mini M5。 我們先來看一下目前 Wildcat Lake 全系列 CPU 分別有酷睿7 360和350、酷睿5 330和320，以及315和305，還有酷睿3 304，它们的架構基本相同，6核包括2個高性能核和4個超低功耗能效核，5核就只有1個高性能核，睿頻稍微有不同，最高 4.8 GHz， 最低 4.3 GHz。和 Panther Lake 的 358H 和 388H 一樣， Wildcat Lake 全系 CPU 也採用了英特爾 18A 工藝，目前就它們2個是採用英特爾最頂尖工藝製造的。大家怎麼認為這款全新的 Wildcat Lake 的市場定位呢？阿麥奇 Matrix Mini M5 裝置英特爾酷睿5 320 6核6線程的低壓移動 CPU， 內置英特爾核顯 16GB LPDDR5 內存6400兆赫茲，雙 M.2 PCIe 4.0 的 NVMe 接口，3屏顯示輸出 2.5G 網卡加 WiFi 6。打開來看一下，主機和配件都在這兒了，電源線、HDMI 線纜、顯示器背架和螺絲、說明書。這 DC 小電源19伏 3.42 安，一共65瓦功率。拿起小主機，極簡淡藍外殼，頂蓋是廠家的英文 logo。機身接口，前面板能夠 PD 和 DB 顯示信號一線通的 Type-C 接口，雙 USB 3.2 晶2 A 口，音頻口，電源開關鍵。後面板 HDMI 2.0 接口， DP 接口， 2.5G 網絡接口，4個 USB 3.2 晶1 A 口，底部、後部和雙側都有通風口。這裡是機箱頂蓋鎖扣，搏動開鎖，推開上蓋，卸下4顆螺絲，取下散熱頂板。我們來看看內部都有哪些接口。16GB LPDDR5 內存是板載的，一組2280的 PCIe 4.0 的 NVMe SSD， 空置另一組2280的 PCIe 4.0 的接口。這裡是 8852B1 WiFi 6無線網卡。進入 BIOS， 首頁顯示是 16GB 6400兆赫茲的內存。這裡是性能釋放， PL1 是25瓦， PL2 是35瓦， Set State 是 Enable。 我們就按原廠設置來進行本次測試。這裡是來電自啟設置。穩定性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我們打開 IDA64 跑 FPU 單考的壓力測試， CPU 功耗一開始緩慢下滑後，跑在25瓦到23瓦之間，此時整機功耗跑在33瓦左右。 CPU 核心頻率運行在3GHz， 在單考的1小時07分鐘內， CPU 功耗跑在25瓦到23瓦之間。室溫28度的情況下， CPU 溫度最高上升到91度， SSD 溫度最高上升到42度，這散熱可以。我們首先使用阿麥奇 M5 主機酷睿5 320來轉碼，看看實際效能如何。最後結果是24分14秒，共計1454秒，超過了我自己目前在用的幻影峽谷的 i7-11657和 TH50 的 i5-11320H， 與索泰 i7-10750H 接近。CPU Z 多線程 3536.5， 单线程 706.3，
单線程很不錯啊，竟然只低於 i9-12900H， 多線程超過了我自用的2台機器的 CPU， 也大幅超過了低功耗的 N305， 達到了 30% 以上。Geekbench 5多核6565，單核1841，单核僅低於 i9-12900H， 多核超過了很多 i5 和 R5， 也超過了 10750H。 Geekbench 6多核7911，单核2544，单核很强，多核连以前我們最欣賞的 Ryzen 7 4800H 也超過了。Cinebench 223多核7388，單核1824，多核超過了12代低壓 i5、10代標壓 i7、11代低壓 i7、11代標壓 i5， 這成績是相當不錯啊。Cinebench 2024多核428，單核110，多核成績超過了11657和 10750H 幾乎持平。Passmark 多線程15775，單線程4047，單線程真強，多線程超過了 5501U 和 1235U， 比 N305 強了 40%。 綜合來看，目前這台 ARM i7M5 酷睿5 320 23瓦多的性能發揮，遠超低功耗最強的 N305， 也超越了眾多10代、11代、12代低壓標壓移動 CPU， 性能在入門低壓移動 CPU 中算不錯的。玩了下遊戲，英雄聯盟 1080P 高畫質，最後大團戰平均90帧左右，算能玩吧。游戲時的溫度情況 CPU 最高89度 SSD 最高61度。顯示接口輸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60Hz 8位 RGB 顯示信號輸出， USB 4和 DP 接口輸出 DP 信號最高支持 4K 95Hz 8比特 RGB 顯示信號輸出。酷睿5 320的英特爾核顯視頻解碼，最高能硬解本地 8K 60幀 AV 視頻， YouTube 8K 60幀 AV 視頻可以流暢播放。我們是用剪映可以利用酷睿5 320核顯的硬件編碼 AV 視頻的能力，把一條15分鐘的 4K 視頻只用4分鐘就編碼為 4K AV1， 這應該有利於視頻剪輯和視頻推流等應用。原廠 NVMe 硬盤測試1700兆比每秒， PCIe 4.0 X2 存儲讀寫能力， WiFi 測試 8852B1 WiFi 6E 無線網卡跑上了830兆 bps， 算是我的 WiFi 6無線網絡環境中很好的水平。螃蟹 2.5G 網卡我們也使用了 iPerf 3測試了濾網性能，不論單線程上傳下載還是多線程上傳下載都跑到了 2.35G， 跑滿了帶寬，這塊 2.5G 網卡沒有兼容性問題。ARM i7 Matrix Mini M5 裝置了6核6線程的酷睿5 320 CPU， 25瓦到23瓦的性能釋放。我們直接列表給大家看，整機最高功耗44瓦，待機最高功耗才 3.5 瓦。按上面這些結果，65瓦的低色效電源輕鬆搞定。室溫28度的時候 ，CPU 待機溫度41度 ，SSD 待機溫度33度。這台小主機25瓦性能釋放 ，CPU 100%滿載的時候，機身噪音是46分貝左右，收回在耳邊是接近38分貝，算是非常安靜了。ARM i7 M5 小主機連接前置 Type-C 接口。可以和我 PD 輸出90瓦的 LG 顯示器一線通。ARM i7 M5 迷你電腦裝置了6核6線程的酷睿5 320 CPU， 25瓦到23瓦的性能釋放 ，CPU 單核性能非常強，可以和 i9-12900H 平起平坐，多核性能超越了我自用的幻影峽谷 i7-116-577 TH50 的 i5-11320H。以及众多的 1235U 還有 i7-10750H， 遠超頂尖低功耗 CPU N305， 它有很多年再也沒有見過的超低待機功耗，低到 2.7 到 3.5 瓦，非常厲害，比很多 N 系列低功耗還強。而且它非常安靜， CPU 100%的時候耳邊只有38分貝，
它的核顯可以硬件編碼 4K AV1， 這讓它有了更多更強的應用場景。要說缺點嘛，主要是英特爾只給了6條 PCIe 通道，2個存儲接口達不到 X4 的帶寬，還有這電源呢，就是這小主機只能用原配電源，我其他的比如行家120瓦電源咋也點不亮。總結一下，25瓦到23瓦性能釋放下，它是一台性能不錯、入門高性能小主機，至少多核单核都比我正在用的幻影峡谷強不少。散熱穩定，靜音優秀， Type-C 能夠接入 PD 電源並輸出 DB 信號一線通。英特爾 18i 新工藝加持下，酷睿5 300系列處理器功耗表現非常強悍，好久都沒有見過待机功耗低到3瓦的小主機了。因為低功耗 N 系列一直沒有继任者，我首先是希望酷睿300系列能夠替代 N 系列，看到價格覺得不大可能，性能又比 N 系列強太多，所以我們只能把它當作 TDP 45瓦的入門低壓 U。 鉴於它強悍的待機性能，不俗的单核多核性能，我差點把它当成是了蘋果小主機了。鉴於此，我們对於阿麥奇 Matrix Mini M5 給出推薦的評價。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裡了，我是老白，謝謝大家的觀看，再見。